总量管制护医病，决策透明不黑箱。教育部放行慈济大学增设药学系，每年招收30名公费生。为了维护医疗品质，医师人力设有总量管制，在总额管制下，我们才能够有好的医疗教育，能够教育出好的医疗人员。接着就让我来简述一下慈济黑箱药学系事件。8月11号，慈济大学增设药学系，药师工会全联会表示没有被征询意见。9月6号，教育部同意慈济大学增设药学系。9月28号，药师们以及药学生表达反对意见，至行政院门口陈情。这就是这件事情的始末。大家好，我是菲达药师，好久不见啦！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时事的议题，那就是最近在药师圈非常沸沸扬扬的药学系争恶事件。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新闻大肆的在报道着药师人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呢？那到底目前药师的人力问题真的有像新闻报道的那样子有人力不足的问题吗？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哦。你知道目前有多少的医疗人员经过大学专业的训练，但出社会后却面对着工作的以及薪资的不平等，而开始寻找其他的出路吗？未来的我们可以拥有便宜的健保制度，但是我们能够继续拥有好的医疗品质吗？你有跟我遇过的病人有一样的体验吗？在医院苦苦等医生，等了一整天，却进诊间后草草不到2分钟就被赶出诊间，这样子的经验吗？健保的制度我们都知道，而且也非常感激健保，让我们能够看病不需要烦恼，而且人人有平等的医疗资源。但是你知道健保已经连年亏损了吗？甚至在这样子年年亏损之下，健保长期压低药价，而使国外药厂纷纷出走台湾的健保市场，而出现了目前非常严重的缺药问题。你一定会认为这些事情到底干我什么事？我可以缴这么便宜的健保费，享有这样子的医疗资源，我就已经很满足啦。那你有想过以后我们有医生可以看，但是呢，以后我们还会有药吃吗？根据药师全联会统计，目前的职业药师总共有33713人，而在公私立医院执业的药师只有8770人，而在社区药局、诊所等地开业受聘的药师总共多达18157人，差距将近有2倍之多。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异呢？根据这样子的数字统计啊，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我们的药师人力其实是有的，只是呢，大多数的人选择了药局或者是诊所，而不是医院。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选择呢？第一个，其实就是台湾的医疗分级并没有好好的被落实，许多的民众呢，有小病就跑医院，有大病也跑医院。但在好的医疗分级的体系之下呢，应该我们是要小病到诊所，大病才到医院，而不是只要你有身体有任何的一点毛病就跑到医院来，而导致医院的医疗负荷太重了，没有办法负担这样子的医疗负荷。第二点，医院的工作负荷量跟他的薪资并没有成正比。我相信啊，大部分从医院出走的药师，有一部分是有薪资的考量。如果是药师的人，应该都会知道，普遍在台北市或是双北市的医院的薪资啊，医院的薪资大多数都还是会比药局或者是诊所还要稍微低一点。那在这样子这么庞大的工作量，还有体力的消耗的医院药师的工作，跟一个相比下来相对比较轻松，那奖金比较多、薪水比较高的药局药师的工作比起来，如果是你各位观众，你会选哪一个？除此之外啊，医院还需要轮大小夜班，而且医院的病人大多是重症的病人。那像是前几年疫情发生的时候，在医院工作相对就比在药局工作、诊所工作还要来的风险更高。这样子的工作生态、工作环境，领着相对其他的药局药师、诊所药师的工作还要低薪资的工作环境，到底有多少人会愿意撑下去呢？所以如果健保的制度没有好好的改善，医院赚不到钱，导致医院不愿意提高药师或者是护理师、医师的薪水，那医院方就只会流失越来越多好的人才。那为什么最
最近的慈济药学系增设的事情会引起这么多的药师的反抗呢？那其实目前呢，药师的工作人力比啊，在每万人的民众之中啊，我们可以有得到13名药师的服务，那其实已经远高于先进国家的8.6名这个数字了。所以其实药师的人力是不缺乏的。那日本啊，以前过去啊，曾经就是因为他们广设药学系，而导致目前现在有10万名的流浪的药师，他们是找不到工作的。那为什么药师在台湾这么难考？其实就是因为药学系它在台湾是有一个总额的限制，为了要保障医疗人员的专业度以及人员的品质，所以说在有限的人数下，我们要维持好的药学以及医学的教育，那我们才可以拥有好的医疗品质，那才可以产出好的专业人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医疗相关的科系都需要有总额限制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原因。为什么这次大家会这么的生气呢？就是在总额规定的限制之下，其实我们目前台湾的药学系已经是不需要再做增设的。今年慈济医院以花东药师人力不足的这个理由向政府申请成立药学系，政府已经核准通过了。原本慈济是以花东药师人力不足为需求来提出申请的，那是承诺说会以一个公费生的形式，那就是慈济提供他们药学教育，那他们必须在花东执业到一定的年限才能够离开花东的这种公费生的形式来增设药学系。这样子的一个增设的行为真的是正确的吗？虽然现在医院正面临了缺药师的问题，但是呢，政府却通融这样子的药学系成立，来以为可以去提升药师的职业人数。那政府以为增设药学系就能够改善现在药师缺人的问题，那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呢，在现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许多大学都已经即将要倒闭了。在这样子少子化的状况下，却又增设了药学系。我想以政府的角度，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增设药学系，增加药师的人数，来解决现况。但是实际上，我们不是没有药师，我们不是没有考过药师执照的药师们。药师离开医院的原因是工作环境，或是薪资，或是没有好的教育，没有好的生殖空间等等的理由而离开了医院。那为什么我们不是试着去改善现在的医疗环境，试着改善现在的健保体系，试着去改善现在医疗分级制度没有被好好落实的问题，而是比较消极的方式去增加药学系，去增加护理系，去增加医学系，增加中医系，来因应现在的医疗人员缺乏的问题。那以上呢，是我对于这一次的慈济药学系增设事件的一个想法。那站在每个人的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对于此次事件的想法。那所以我接着打算去访问各种不同地方职业的药师，那询问一下他们目前的职业场所的药师人力的问题，他们对于目前药师人力不足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以及对于此次的慈济药学系的增设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我们就接着看下去我们的访问吧。拜。药师人力缺乏，我觉得要看怎么看啦。对，有些地方很缺，有些地方不缺啊。药局跟诊所都很认真在实行那个合理量的调剂。可是医院的话，医院的药师的调剂量真的合理吗？医院的药师 loading 其实某些程度来说其实是蛮大的，有可能算是缺乏的。就跟护理人员一样啊，就是加薪就可以解决，有钱好办事，会不会太 real 啊？没有，我是这样觉得啦，因为我觉得是工作环境的问题。以目前医院或者是在有一些诊所来说好了，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做一些劳力的工作，我们要搬东西，一直弯腰，长时间久站，同时还要保持脑筋的清醒，不然会用药上面的风险跟影响病人安全。如何提升药师的工作条件跟待遇，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抱持了中立的态度，前一阵子也有阳明跟成大设置药学系啊，那个时候其实就没有这么多风波。为什么慈济的药学系增设产生那么多风波？我觉得其实主要有可能就是讨论的不够充足啊，或者是跟这个药界的连结并没有这么的充分的讨论这样子。这个校方这边的见解就是讲说，让药师留在花东地区这样子，那可以解决花东地区的药师的人力的问题这样子。那一个学校的设置跟那个人才会不会留在当地，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它一年当中只有30个名额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会造成人力多大的冲击我也不清楚。长时间来看的话，我觉得有实力的药师就不会被淘汰。那
那接着的话，我们邀请到3位药师，他们都是现在正在药局上班的药师。目前药师的人力确实是有一些短缺，近年来的医院的数量有减少，但是药局跟诊所的数量实际上是持续在增多的。如果依照法规来看的话，诊所跟药局至少都要有1个药师。那如果以他们的数量相加在一起，现在目前职业药师数量大约为33000人，所以他们2个加起来的数量其实就已经快要突破，应该有差不多2万吧。医院一定招不到人，因为药局跟诊所的数量很多，而且薪水给的高。就是人力缺乏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医院的人力太缺了。其实药局跟诊所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还好一点点。医院比较缺的原因，真的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因为医院给的薪水比较少一点点，事情又真的比较多。现在很多医院的他们在找人的方式都是就是包养你那个叫什么签约金，对，直接讲包养，因为包养过因为的方式把人才给留住，很多人其实是不堪那种重负，然后就还是就是离开了。自己是有在医院和药局执业过的药师，那我觉得比起人力缺乏的话，比较严重的状况是药师分配不均的问题，就很像说的待遇方面，然后以及工作环境方面，为什么药师会选择到诊所或者药局执业？那会不会是因为医院给的薪资，或者是像医院的劳动力是不是有点过劳的状况下，然后所导致药师可能必须要出走到诊所或药局？前阵子的那新闻是不是就是药局的密度是比便利商店还高？对，所以广设药局的部分，然后药师人力没有就是上来的状况下的人力一直处于就是没有成长的状况下，相对来说药师会显得不够，然后可能都流往药局或者是诊所那边。再加上说，有些人他可能会想要去有其他发展，例如说就是到去 YouTuber， 或者是有些人去当律师啊，对，或者是可能想要去当保险的，卖保险，对，或者是可能想要去念个学士后的医学系之类的，对。那像这几个状况，这几个原因可能会把部分药师的名额就是稍微就再稀释掉。会不会有可能之后会那种类似泡沫化关系？因为现在其实药局跟诊所会飞速的生长那么多，其实有一大部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的影响。因为疫情的关系下开了很多药局，然后大家可能都觉得药师的地位都开始慢慢的往上升，然后就觉得开药局可以赚很多。因为疫情刚起来的时候，其实蛮多篇新闻都有在报说什么药师好像很好赚。等到疫情其实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那会不会有一些泡沫化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简单来看，药师确实是短缺，但是以长期来看，不知道这个问题会不会像泡沫化的方式这样发展啊？改善第一个刚刚讲到的薪资嘛，就是医疗环境，对不对？2个就是我们药师蛮多人在职场的选择上蛮重要的考虑的点，这样子。因为政府用增设药学系来解决这件事情，我们大家也不用太急啊。举它目前的趋势来看的话，我觉得它趋向于合并跟连锁化，所以目前的数量还是以单点药局居多。但是依照现在的情况，毕竟单点药局的价格真的是拼不过连锁药局，而且还有服务上的问题，所以基本上到后面的发展一定是很多的单点药局因为经营不下去，连锁一定会去合并他们，所以政府去增加药学系的名额是错的，日后的药局的数量铁定会往下掉，反而增加的名额会变成一个流浪的问题。在台湾就是有一个统计，就是像流浪药师的问题特别显著的是在日本，每万人分配到的药师服务数量在台湾我记得是13点多，但是在日本好像是高达快20。当然像美国欧洲他们大概就是个位数，可能就是我觉得增设药学系不太算是可以完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然后这样说，我之前有在医院上班过的经验，为什么想离职呢？当然就不讲哪一间医院了，是我那时候是真的连续就是大概2个月吧，我都是中午就是只能喝珍奶之类的。差不多因为你知道还要排队去美食街买饭，然后要花20分钟，这半小时，这半小时我想是怎样？然后半小时有点夸张，我们只有1个小时。因为我们是那个半小时排，我们是半小时排队，然后加买饭，然后它又是切的很刚好，就是假设我是30分休息，然后我休到整点，那我如果多出1分钟，我如果多休1分钟，就变成说我会压缩到别人的1分钟吃饭时间，因为他吃饭时间会变成29分钟，对，可能就会被干掉。对，我想这样子，大家对于就是增设药学系这件事情的立场应该就蛮明显的吧？有一个字就好。但是否我是否啊？我是偏否的态度，就是那个方法，我觉得真的不是一个就是最好的方法。它不但是个最好的方法，而且它在那个过程也还是采用一个黑箱的方式去进行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会那么反对的原因。很多人可能民众会说什么啊，如果你真的能力很好啊，你为什么要担心自己会被
被淘汰掉。这不是说你能力好就不会被淘汰掉的问题，我是觉得是会变相的去压榨很多人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来看那个护理师，就是护理师那么多，可是变相的他去压榨他们，就变成是年轻的人他一定会找到年轻人，可是他薪水会领得很少啊。那这样子谁会愿意去做护理师？会不会变得转行的会越来越多？变相也是剥夺我们的一些那叫生存嘛，薪水讲生存嘛，对啊，我们就感谢这3位药师的分享咯，拜拜。根据目前的统计看起来，台湾的药师人力应该是蛮充足的。我觉得大部分我药学系毕业的同学也都会去当药师，所以其实我目前觉得药师的人力应该是没有缺乏的问题。如果以医学中心职业的药师的话，我觉得处方量一天的处方量真的蛮大的。那为了消化这么大的医疗量，所以其实在工作上面其实会真的是蛮累的。就是如果一天8个小时的工作的话，真的是蛮有可能8个小时你都是一直站着，一直在忙到结束。因为毕竟在医院的话会有值班的问题。不论是护理师，很多护理师可能会因为值班的问题而不想要继续从事这个行业。药师在医院的部分的话，也会遇到一样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点在于，我觉得药师在目前大小夜的制度上，可能也不像是护理师来的这么的完善，就是不一定会有大小夜的津贴。可能药师人力安排上面的问题，也会很常遇到花班的问题，就有时候就是大小夜或白班会一直跳来跳去。那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喜欢正常作息的人来说的话，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生活形态。这些都有可能是医院招不到药师的可能原因。以出发点来看的话，如果是这一次的真儿的事件，他们是希望可以解决东部的就是药师缺乏的这个问题。以根本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或许可能真的可以让小部分的人因为在东部读药学系的关系，可能 maybe 就会喜欢上东部，然后愿意在那边当药师。但我觉得可能就是少部分，到底可不可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个人到底可不可以在原本读书的县市职业，我觉得其实这是少部分的人啊，真正会愿意留在原本读书的地方，或是比如说南部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多人，大部分可能都还是会回家或者是回台北。花莲真正药学系的部分，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方式可以根本的解决他们原本想要预期解决的问题。整体是没有，应该是说像我们是连锁的嘛，所以原则上，如果像我们比较偏向一点的店，它在请药师这部分来讲的话，的确会比较困难，这就是有分区域性的啦，这是一直都存在的问题啊。医院的问题应该就是主要是在它的环境跟待遇的问题吧。其实医院的问题跟偏乡的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它最主要还是回归到你的薪资待遇跟你的环境的好坏所产生的问题啦。那并不是最近才产生的问题，那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问题啊，而且那也都是假问题啊。你薪资提升了，不就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如果是站在我们民间，我们自己当老板，我要请人，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当然就是提升薪资待遇跟工作环境的提升改善，慢慢就会改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像这次慈济增设药学系的问题，我并不是说反对慈济代理药学系，并没有反对，只是说这个问题并不会解决。慈济这一次它其实是假公费生的名义去增设，你知道吗？所以它这个不会解决偏乡的问题，也不会解决花莲本地的问题，它只会解决慈济的问题。其实不是赚学费哦，它其实这个所谓的真正公费生是国家我出这个钱，我养你这个学生，养了6年出来之后，你未来10年要由我去指派你到哪里，比方说去偏乡啊，去哪里啊？你是说有一种代价关系，这叫公费生。这次他们说他是公费生，但是我查了一下，他并不是真正的公费生，公费生是国家出钱哦，这是慈济出钱。这个学生，那这个学生毕业之后，他们其实是有一个约的关系吧，所以往后的10年，有可能他们要去哪里上班，是由慈济去指派的，不是国家哦。因为细节的部分都没有人公布啊，教育部也没有公布啊，卫福部也没有公布啊，只知道如果真的是要做这一块，其实就我们现有的国立或公立的学院，只要把公费名额增加，真正偏向国家派你去，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啊。为什么要找一个财团法人的学校去做这件事情，把控制权交给财团法人呢？所以会有很多的瑕疵，让大家去对这件事情产生不满嘛。
医院当然是有缺人啦，因为好像也跟有一些学校学制改变有关系，所以可能少了就应届的毕业生少一届，可能对医院招募新人来讲，我觉得就有蛮大的差别。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大家陆陆续续，因为都有发现说，其实药师就业的管道蛮多元的，也不一定说你要学习什么东西，一定只有在医院学得到。对啊，像大家现在也可能会社区药局现在有很多蛮专业的药师学长姐可以请教，所以不一定在医院才可以学到的东西。我觉得这些都有影响到说，就是目前医院它在招募能力上面所碰到的问题这样子。你们现在都各个班都变一个人上，对不对？对啊，例如 A3 跟 B 星星合在一起等等之类的，就有够可怕。有点对啊，惨对啊，感觉蛮累的。对啊，但因为还在缺人，所以也没办法。因为现在是有想说把一些不必要一定要药师做的，像是一些比较杂的杂物，看能不能都让助理跟医务员他们去做啦。那药师可能就比较可以专注在需要就是已经需要药师的专业去做的事情上面，那杂物的事情可能就请助理他们帮忙做。医院缺人的问题因为我会觉得主要就跟刚刚讲的一样啦，就是因为以往大家可能都会想说，像是刚毕业的学生，他们一定都会想说，我一开始想要多学一点东西，多看一点不一样的，可能你现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所以以前医院比较不缺人力的状况上，是因为一直都会有这些新血会补进来，因为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求职啊，或第一次就职就觉得可能在医院可以学到比较多东西。那可能跟很多医院它有一些轮班的制度啊，或者是薪水津贴等等也都有相关性。当医院它在这一些学习的诱因上面没有太多的优势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变成会考量说，那我的薪水啊，或者是我的可以得到的这些实质上的回馈多不多？那当跟外面的比较没有优势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大家会选择在医院工作的动力就会相较之下就会减少很多。我是觉得应该要有一个总额的限制啦，不能说就是无止境的哪间学校哪间医院他想要开设一个新的学系，那就一定要就是增设这么多学生的名额，因为这当然也会影响到说，一方面是教学的品质，那还有应该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的人口数跟药师的比例，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维持在一定的品质上面。那如果当人数没有限制的一直膨胀下去的话，那教学方面就是有没有严格的把关？因为像以前我们就会觉得说，在学校教学方面，他们品质是比较有保障的。那如果光设了这么多学校都设了学系的话，那是不是师资的部分可能也会不够？那这样子，学生就是在教学资源上面会不会被瓜分？那当然也可能会影响到说，那以后通过国考的人数也变多了，那是不是就会对整个就是供需市场的也会有一点失衡的状况？这样子，需求量真的有实质上的变大，那可能适度开放是好事。可是如果其实需求量并没有这么大，或者是就是持平的话，我是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再增设这么多的学校去开新的药学系，我觉得这样对大家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吧。对。听完各个药师的一些想法，大家对于这一次的慈济增设药学系的事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如果有想法的话，都可以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哟。那希望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这个事件。那就这样咯，我们下次见咯，拜拜。那其实如果要说到花东药师人力的话，我应该算是还有资格可以讲这一题吧，因为呢我其实就是花莲人。那其实根据一些数据的显示啊，其实花莲的话，以人口数跟药师人数的比例来说，其实花莲的药师人数是够的，只是说因为花莲是很狭长的嘛，所以大部分的人口都集中在花莲市。那我相信可能稍微比较南边一点的花莲城市，可能像是凤林啊、瑞穗啊，
玉里啊等等的城市，可能相对有可能他们药师是比较缺乏的。但是呢，因为我现在不是在花莲职业，所以我没有办法实际的去知道目前花莲现在是不是真的有缺药师的问题。但我认为啊，其实如果真的花莲是有缺药师的话，那其实增加药学系也不是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法。因为就以我花莲人来说好了，为什么东部留不住一些优秀的人才？就像是其实花莲的很多的年轻人都是选择在台北工作，甚至在新竹啊、南部啊，但没有选择留在花莲。为什么？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爱花莲，我们不喜欢花莲的文化，不是，我超爱花莲的风景，我超爱花莲的食物，但是就是花莲的薪资跟其他县市比起来，其实是没有比较好。除此之外呢，因为花莲主要在发展观光，所以它对于整个城市啊、整个文化啊，还有啊，甚至在经济的发展上，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琢磨，所以说导致在花莲就会有一种在养老的感觉，你没有感觉到一个城市的竞争力，那一个人缺乏的竞争力，有可能会落后。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年轻人选择离开花莲。那是不是政府应该是要去解决这个偏乡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没有去好好的让这个东部的城市也能够有好的经济发展，而是放任这个城市就是继续的这样子人口老化、人口流失？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一个慈济增设药学系之下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另外大家可以思考的面向。